头，老头，哎，老头，醒醒醒醒，我们少爷叫你呢。老头，这些花是你养的吗？你这人可真逗啊！这要不是我养的，我摆在这儿做什么？你要是喜欢，多往里放点钱。哎，行，咱们家不是缺一个养花弄草的吗？少爷，难道你要……啊？老头，从今天起，你就要走运了。啊！哦，老头，快松手啊！疼！哎呀，功夫一点没见长不说吧，啊，比以前还差了许多。哎，看来你这日子过得不错呀，杨大公子。你还幸灾乐祸？哎，你是不是我爹？我本来就不是你爹。你是哪儿的人？你父母呢？不知道，都不知道。打从我记事起，我就已经在这要饭了。哎呀，那你跟着我吧。嘿嘿，有名字吗？我叫夏雪。不过呢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得管我叫爹。我这天天看着别人的眼色过生活，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？委屈是不是？那委屈现在就跟我回去，咱们回家继续打鱼去。那真能走吗？走啊，走还不容易。不过呢，这锦衣卫眼线遍布天下，要走，那你就得做好这一辈子亡命天涯的准备了。那与其如此，我还不如不走。我就把我现在这个杨絮继续演好，等我有一天演熟了之后，我就不用听那个冯锡辉的话了。哎，到时候咱爷俩就在这个大宅子里面就这么一住，我给你养老，怎么样？你要是贪图杨家的富贵就直说，别把我牵扯进去。你这套东西啊，我年轻的时候见多了，不稀罕。是吗？哼！我跟你说，你儿子现在我啊，可是锦衣卫，你不稀罕？锦衣卫有什么了不起的啊？哼，就是你们现在老大站在我面前，那也得乖乖的、恭恭敬敬的叫我一声前辈。锦衣卫的前身叫广卫司，我曾经是那儿的指挥使。原来你是他们的前辈啊！那有你给我撑腰，我还怕什么冯锡辉啊？你个臭小子，别老想着升官发财的。你知道锦衣卫那是什么地方吗？那儿可是地狱啊！他们拿刀指向别人的时候，也有千万把看不见的刀在指向自己。到了那里，你就不再是个人了，只是皇帝手中的一个杀人工具。我年轻的时候，指挥使经常命令我们互相打斗，如果有手下留情，就绝不姑息，所以稍有不慎，就会命丧黄泉。你们这些狗官，快放了我！放了我！快放了我！后来在大牢中见过不少他们的毒辣手段，到现在想起来也是毛骨悚然呐。这也是我最终选择离开拱卫司的原因。一朝天子一朝臣呐，我已经离开锦衣卫这么久了，哪儿还有说话的分量？怎么着，不服气呀？他们打打杀杀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本来扮演的就是杨絮，我是安插在齐王身边的一个眼线，我只要对齐王好不就行了吗？我不去管锦衣卫那些事不就行了？
看来你小子真的是一心想要做这个杨旭了吧？是不是啊？说实话，我是看那个冯锡辉滥杀无辜，居心叵测，我不想就这么放过他。哎呀，年轻人呐，就是不知天高地厚啊！我好不容易清闲2天，看来啊，现在又得折腾起这把老骨头喽。锦衣卫之间通常用暗号，比如管酒杯叫连米，官兵叫猛风。在特定的情况下，一个酒杯、一双筷子的摆放位置，都代表着不同的含义。你还要学会一套暗语来分清敌我呀。你和你信任的同僚之间，要有一套只有你们自己知道的暗语。千字文，这本书你还记得吧？这就是锦衣卫所用暗语的密码本。暗语在普通人眼里只不过是几个数字罢了，而在你们看来，那可是全部的身家性命啊！根据暗语的序号，查找书中相对应的内容，就可以知道暗语的意思了。我说呢，你怎么从小就让我背这个？这我可是倒背如流啊！小子，这回你明白了吧？这么说，你是答应帮我了？谁让你是我养大的，小兔崽子！老爹真好。你呀，唉，冯锡辉现在根本是无人可用了。府上那个奇怪的丫头，看来也不是他自己的人。可是我每天跟那丫头在同一个屋檐下，我要是一不小心被她给杀了怎么办？以退为进，让她寸步不离地跟着你，反而她倒不好下手。这倒也是个办法。真的，我每到此时就能听到有人的脚步声，还有窗户外面的影子。他们不会找上门来，又来杀我来了吧？真的？不是你睡糊涂了吧？你看看，看我的眼眶都发青了，我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。还好那个丫鬟在我身边陪着我，她陪着我，我才能安心一点儿。要不然这样好吗？刘大人既然最近没事，可不可以让他过来陪我？这不多一个人就多一个照应吗？好，今晚我让刘旭一起来。若真有刺客出现，倒也不是坏事。好的一双手拿什么不好，偏偏要拿刀。你是谁？谁派你来的？快说！死了，如此训练有素，你不觉得有点像？有点像我们锦衣卫的作风。呀，怎么可能是他呀？大人，他怎么可能是刺客呀？大人，你快想想，
如果他是刺客的话，接下来还会来第二个、第三个人来刺杀我，小的死不足惜啊！齐王的贺礼谁送啊？闭嘴！你快回屋，剩下的我们来处理。找个地方把尸体埋了。是。哎，冯大人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冯大人，您收到上级的密令了吗？这就是密令。可是我好不容易在齐王面前混个眼熟，如果这个时候死去的话，对你们还有锦衣卫可都没有好处。其实你一直都很聪明，我之前小看你。这都是您和张大人教导的好。不用再跟我来这套。你已经成功取代了杨旭，以后你手上的权力会越来越大。渐渐的，你会开始连我的命令都不听。事实上，你已经这样做了。可是如果现在你就把我杀了，你不怕上头怪罪你吗？如果这就是上面的意思，这不可能，由不得你不信。不能让夏军脱身。怎么会有更四呢？老爹，我正想出来找你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冯锡辉死了，刺客是冲着我来的。你刚刚出门的时候，有没有被别人看到？应该没有。那你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。今晚一直在房间里没出去过，刺客没有得手，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呐。这是我用院子里种的夹竹桃做的毒药粉，不过我在里面加了别的植物。拿着，如果你遇到了危险，兴许它能救你一命。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您起床了没？怎么了？刘旭，刘大人来了。知道了，我等下就过去。是。稀客，小林，快给刘大人上茶。是。坐。梁公子客气了。刘大人找我何事？冯大人死了。什么？对外说他是得了脚长沙，暴病而亡，但其实他是被刺客所杀，尸首分离而死。这事情太蹊跷了。先是杨旭，再是张大人，又是冯大人。那接下来，接下来死的不是我，就是……哎，刘大人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杨旭我可演不了了。你们让我见的人我都已经见过了，你们还是放我回家做渔民吧。你想得美啊！我告诉你，现在上头不仅知道了冯大人的事儿，
而且还特地让我关照你。冯大人生前让你做什么事儿，你就继续做，一切照旧。事不关己，你们当然没事啊！你们上头什么人？你告诉我，要不我去找他。你不用管这么多事儿，以后我会代替冯大人和你接头，而你，就继续好好做你的杨公子吧。刘大人，我跟你说，这兔子急了还会咬人的。你，茶来了！嘿嘿嘿嘿嘿，来，快把茶给刘大人放下。刘大人，杨公子太客气了。说了那么多话，多喝点水啊。好。那个，刚才我跟您说的事情，您记住了？公子的难处我都知道，但现在的情况，要不然这样，我先回去想办法打探一下，3天后和杨公子在茶房一聚，到时候我们再好好的商量。那我就静候佳音了。好，先告辞了。大人请。少爷，这位大人面生得很，以前没有见过呀。他可不是什么好人。我和冯大人以前因为一批货和他起过冲突，他还怀恨在心。外面都在传说，冯大人的死有蹊跷。不要乱说。哼，你都听到了。冯大人是被杀的吧？这些事不该你关心。怎么不该我关心了？从今天开始，每天晚上我住你屋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要保护你啊。哦，那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保护我的。我和刘大人有些事要商议，你等我一下。杨公子，坐。刘大人，您帮我和上头说过了吗？放心，你的事儿我一直记在心上。我已经和那位大人联系过了，只要齐王的事情办妥，之后随你去哪儿。真的呀？哎，那您说的那位大人到底是谁啊？小的要登门拜访。大人可没你那么空闲，他才不会见你。我知道冯大人给了你不少压力，不过你放心，我和他们不是一伙的。干完这一单，我走我的阳关道，你过你的独木桥。我没必要和你过不去嘛。这个酒我不能喝呀，我觉得我要喝，怎么着也得我敬您啊。杨公子不喝酒，传出去岂不成了青州城的笑话了啊？来，哎，大人，这个酒，他杨旭能喝，但大人您忘了，我谁啊？我是夏洵啊。这个时候，你就是杨旭。您着什么急呀？大人，你也不问问我，我帮齐王办的差事进展得如何？你办事勤快，我信得过。
齐王他也这么说。给你看一下，这是齐王所赠的腰牌。哎，你看，这戴起来多威风啊！可我看不出来这腰牌有何特别之处啊。这个腰牌的精美之处呢，就是因为它内藏乾坤，只要在太阳光下这么一照，便会惊现齐王的印记。你的确是需要这样的一块信物，毕竟我不像冯大人可以直接出面，很多时候，场面上的事还得靠你。坐吧。夏玄啊，为了感激大人，先干为敬。好酒啊！你个畜生！你也终于要死了。张13出事的时候，我就该想到，根本就没有什么资格，人就是你杀的。我说过，下一个死的不是我，就是你。你要是死了，就只剩我替白大人做事。其实你应该感谢我，至少让你过上了几天人上人的日子。为了这几天，你已经把你的好运气全部用完了。这杯酒就为你送行。你，刘大人说的没错，我的确是靠着你们过上了这锦衣玉食的生活，我会好好的活下去。但是我夏寻靠的是脑子，可不是运气。你什么？哦，姚旭，保镖，快救我！刘大人要杀我！你这是怎么了？杨公子这次真是九死一生啊！中了这种毒还能侥幸活下来，实属不易。那他手臂上的伤要紧吗？可不是嘛，那刘旭当场就死了。要说还是我们家公子吉人自有天相，都是我不好。要是我跟杨公子一块儿进去，他就不会落到这种下场。彭公子，你可别这么说，谁能想到那姓刘的，竟敢光天化日之下就动手呀？公子醒了。杨旭，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刘大人，大夫，他怎么样了？啊，公子脉象平稳，已经脱离了危险。一会儿我给他开个方子，安心调养几周就行了。谢谢大夫，我跟您去拿方子，请。结果到头来，我什么都没做。我很累了，想一个人先休息会儿。好。原来如此，你确实是非常需要这样的一个信物。你什么？爹，你能不能教教我，你当年是怎么做到说走就走的，就没一个人拦着你？怎么着？你小子怎么问这个问题？
锦衣卫是不是不想干了？我现在不想干都没办法了。就今天啊，一共来了2拨人找我。让我猜猜，有一个人肯定是冯锡辉他们的头头。对，就那个姓白的。哎，你说奇了怪了，第一眼见我，他就认出我不是杨旭。还有他手下死了那么多人，他就跟死了个蚂蚁一样，一点都不关心。你说我要是真的为他卖命的话，不是有一天像冯锡辉他们一样，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吗？算你小子聪明，没被那些个小恩小惠蒙住了眼睛。记住了啊，以后替别人办事儿，一定要先看看他们如何对你的前任。那下一拨人呢？是锦衣卫的老大，叫什么罗克迪。怎么，罗克迪会来找你？倒不是他亲自来的。哎呀，罗克迪连你都不放过呀！完了，看来锦衣卫是完了，真的是末路了。哎，这2拨人，你到底喜欢哪一拨？我可是哪一拨都不喜欢。不过那姓白的，你知道他那人吗？你见他有点，特别恶心。你可想好了，这可是白衣侠和罗克迪之间的斗争，不管你跟哪一波，到后来的结果都是……那怎么办？这既然怎么都不行，那我谁都不跟就是了。那他们更放不过你了。老爹，那我到底该怎么做？坐山观虎斗，能拖一日就是一日。姜还是老的辣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往来流离，如盘走珠，应指圆滑。恭喜夫人，这是喜脉呀！啊，怎么了？你看仔细了，我是个男的，哪来的喜脉啊？谁说男人就没有喜脉了？我是在夸你血气充盈的，不懂就别瞎嚷嚷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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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是我说你这庸医，有没有点医德啊？什么？说你怎么了？我庸医？我庸医？你再说一遍我庸医！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，妇女之友，还说我庸医呢？我看你才是来耍流氓的。再说了，不管你是男是女，按照我给你把的脉象，你就该回家保胎。我的医术绝不会错，要错也是你自己生错性别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还不走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怎么了？想打架？我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西门庆，话头在世，妇女之友。听说阁下是金陵人士？怎么可能？我自出。我家祖上住在金陵栖霞山，是金陵南下最后一站的栖霞山吗？不错，那你可知它因何名为栖霞山？这个栖霞山的本名为舍山，正所谓是小隐隐于野，大隐隐于市。栖霞山虽然繁华热闹，但是却是个隐居的好地方。这位兄台，请里面说话。伙计，闭店。就这样啊，长时间了，就这么去。哎呀，没想到西门兄竟然是锦衣卫中人。我与阁下不同，你是真正的锦衣卫，而我或许算是吧。此话怎讲呢？你竟然不知道？哦，杨兄只是奉命来此，这些事你未必知道。其实家父才是真正的锦衣卫。
一卫还叫做拱卫司时，家父就被派到这儿来搜集情报。从那时起，就以郎中身份示人，再也不曾改变过。按我大明律例，君民降造，世代相传，不得更易。这么算的话，我也该是锦衣卫。不过，难道西门兄从来都没有去过锦衣卫的衙门当过差？哎呦，何止如此，我连我的锦衣卫上官都没见过，就连我的官袍、腰刀和腰牌也都是从家父那儿继承来的。那方才我们接头的暗号，西门兄是怎么知道的？哎，那也是我爹交代给我的。我刚念书那会儿，他就逼着我背这套玩意儿，我背不出来，还挨了不少打。我爹说他是锦衣卫的人，我们家世世代代都要继承这个身份。也许有一天会有一个人用暗语和我联络。哎，到时候我就全力以赴奉迎差事啊。如今西门兄终于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锦衣卫，你爹在九泉之下，应该是得以安息了。那是他的遗愿，又不是我的。你的眼光可以放得更长远一点。你想想，你如今当上了锦衣卫，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事情。哟，你又不是我，怎么知道我做我的妇科大夫有多快活？过多几年，讨个老婆，生个孩子，老了以后再把这个使命交给我的儿子，多好！你突然来找我，肯定没什么好事。你怎么知道没有好事啊？我今日过来找西门兄，正是要商量一份大买卖。大买卖？很赚钱？何止是很，是非常赚钱。继续。什么？皮毛、兽金、生熟铁，这些可都是受到朝廷限制的东西啊！我知道，我也只是奉命行事啊。我不问，你也不需要知道。但是我知道你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不错。早年间，家父利用锦衣卫的权势，是在暗中做过这方面的生意，还赚了些钱，我们家便有了自己的门路。不过这些年，锦衣卫已经很难帮得上忙了。家父还健在的时候，就已经很少做这方面的生意了。所以，西门兄，你一定有办法的。算你运气好，只是这个主事人在北平城，我们得亲自跑一趟。去北平是没问题，倒是他真的能联系上货源吗？要是没个准，我那里便不好交代。做生意哪有个准数？不过我在，你就放心，一切都交给我来打点，就连水陆关卡衙门那些关节，我也可以帮你打通。不过这打通关卡的花销，那自然是我出了。齐王的钱嘛，让他人支开，老弟不必肉痛。看你年纪比我还小着几岁，莫非也和我一样，是子承父业？我的情况可复杂多了，一言难尽。锦衣，锦在哪里呢？自入锦衣，我做事是如履薄冰，如临深渊。早几年啊，大家挤破了头也未必能加入锦衣卫。可现在，锦衣卫早已不似当初八面威风的时候了。不过我总觉得锦衣卫不会就这么完了。人生起落，命运无常，一朝风云际会，谁能保证锦衣卫以后就不能再东山再起啊？西门兄，咱们替齐王做事，可不能张扬出去，必须要低调。还有啊，
在下在青州也算是小有名气，若是身份暴露，恐怕会碰到麻烦。所以西门兄在外，可不可以不要叫我为杨旭？哎呀，多大点事儿！你说该怎么叫你？西门兄就叫我夏旭。好，夏寻，夏老弟。公子这玉斑质地润白细腻，周身琢刻与指环浑然一体，真是好玉啊，好玉！如果没有猜错，此款玉斑应该是从西域而来，因为只有那边才有此等上好的材料啊。姑娘，你懂玉？只是略懂一点。家父经商，我也只是从小跟在他的身边学到了一点皮毛而已。在下也经营了一些珠宝玉器，好嘞，说不定和令尊还有生意往来呢。好的。您来看看这只玉镯子。家父自从落难之后，先前那些门客，还有一些有生意往来的伙伴们，就渐渐地离我们而去了。我娘也因为这件事情郁郁寡欢，生了一场大病。我爹他因为付不起药费，就领着我在大夫门口跪了整整1个晚上。可是我娘她最后还是……我爹和我娘2个人伉俪情深。我娘去世后，我爹接受不了。不久之后，我爹也病倒了。这个玉镯子是我娘留给我唯一的东西。我娘临死前曾经嘱咐过我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能把它给卖了，要留着给我以后陪嫁。可是，现在发生这样的情况，我为了救我爹，我也只能忍痛把这个镯子给卖了。客官里面请。看谁呢？老弟，你认识那姑娘？岂止是认识啊，老相识。哎呦，那要带我认识认识啊！哎，你真想认识啊？怎么了？难不成是你妖怪吗？比妖怪还可怕。您稍等，马上就来。我娘已经抛下我和我爹，就这么走了。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爹受病痛的折磨，最后也离我而去。可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要不是我和我爹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我怎么可能舍得卖掉我娘留给我的镯子呢？这玉镯子我买了，戏真好啊！这钱呢，你给你父亲找个好的大夫看一下。谢谢公子，谢谢公子。妹妹，哥哥我总算找到你了。你知不知道，爹爹为了找你，头发都白了。你是谁啊？我不认识你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跟你说啊，她是我妹妹。你们，我这个妹妹性格太倔了，就是因为家里面给她说媒啊，她不同意。你说这都第几次了？这不都已经第7次离家出走了啊？我什么时候成了你的妹妹了呀？啊，你不要听她瞎说，我怎么会是她妹妹呢？我们2个长得不像吧？啊？不像吗？你说你从青州开始就一直跟着我跟到这儿，你这人无不无聊啊！你凭什么管我啊？你看，我说认识吧？不是，慢走啊！哎，这位公子，这个镯子。哎，干嘛？哦，这不简直是个泼妇啊！哎，道行太浅了吧？自作多情，向老哥学习学习吧。哼。哎，谢姑娘，谢姑娘，这2天的房钱，你是不是得给我了？这房钱呢，我明天一定会交。我这是小客栈，银钱周转不开，催要房租，还请你多包涵。不过姑娘，你也不必非要住着上房，这楼下朝北的房间有1间空着，价钱还便宜。
好。下的唯一的东西，无论到什么时候，你都不能把它给挡了，啊！娘，您曾经教过我“仓廪实而知礼节”，这些话我都没有忘记。可是现在我哪顾得上呢？你要是不生气的话，就保佑我明天不用饿肚子吧。 我手下跟踪夏寻数日，他去了阳谷县，好像在寻求什么生意。这小子还替齐王做事呢。我让你带的话，他丝毫都没有反应。从手下之人的描述，我实在没有看出他有任何想要投靠我们的意思。这小子胃口还挺大，想在我和白衣夏之间各分一杯羹。 哪有那么好的事？那属下以后应该……我得不到的，谁也别想得到。用不得就杀。属下遵命。夏老弟，我跟你说好了啊，这次去北平只是为了发财，其他危险的事情一概免谈。慢点。哎呦！两位客官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两位客官吃点什么？2碗牛肉面，2个蛋。好嘞，多加点啊。好嘞，您慢用。哎，老板快点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客官您的面。 快跑啊！你别急吧，孩子保护好。
厉害厉害。走吧。夏老弟，怎么办呢？没事没事啊。我泱泱大明，岂容你们光天化日之下在此杀人？你们两个先走。兄台，那就拜托了。小心一点啊！走。不跑了，不跑了。怎么样？你们两位没受伤吧？没事，好得很。感谢少侠出手相救。不用客气，我只是看不过他们对付两个文弱书生罢了。看你这话说的，要是今天我们俩是武林高手的话，你就眼睁睁看着我们一命呜呼了。那倒不是，那得看你们谁占上风了。不会吧？你这是趁机补刀啊！不，在我眼里没有强和弱，只有正义和邪恶之分。我看他们对你们下如此狠毒之手，既然我见到了，那我必须要出手相助，这就是我做人的原则。好，在下杨旭，敢问少侠贵姓？改日一定携重金登门拜访。哎，你未免也太小看我了吧？那就当作是我们朋友之间的往来，这样少侠总可以接受了吧？好，在下纪刚，林毅人士，曾经读过一些书。如今外族对中原虎视眈眈，我便想弃文从武，报效朝廷，只是一时不得其法，可能是机缘未到吧。继兄心怀天下，了不得。我杨某自愧不如。哎，对了，不知二位得罪何人？为什么他们要如此追杀？哦，和我没关系，那个只是……他们只是冲着钱来的。说实话，我们两个都是商人。现在要从阳谷到北平去做一桩生意，但是我不知为何歹徒会在这个地方下手，可能是早就盯上了吧。歹徒？他们能跟我过手3招，如果只是歹徒的话，未免也太浪费内身功夫了吧？哎呀，季兄，这个事情实不相瞒，其实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，但是为了让穷苦百姓能够吃上米，所以压低了米价，这样就得罪了同行。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他们竟然派一帮如此狠毒的杀手来杀我！真是气死我了！自古都说，商人最喜欢在百姓穷苦的时候抬高物价，谋取私利。可没想到杨公子竟然如此善良，令季某好生钦佩啊！季兄，我呢，其实说到底也是穷苦人家出身的。我知道这1斗米1文钱对于咱们来说不算什么，但是对于那些穷苦的百姓来讲，太重要了。所以，咱们现在既然有了好的生活，但是不能忘了本。说得好，凭你这一番话，你这个朋友我季某交定了。好，在下也交定了，也加我一个。不过论年纪，我应该喊你一声杨兄。杨兄，你我一见如故。既然你们也要去北平，那我和你们一路同行。按学识，小弟不及你，可是按功夫，我自信可以助你们一臂之力。太好了！哎，西文兄，这一路咱们可要热闹了。
北平！我说你杨旭啊，你只知道你的北平，也不问下我的意思。刚才把我半条命都吓出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之前是开玩笑的，没想到真那么危险。不是我说你个大男人，咱们3个里面就你年龄最大了，你怎么那么胆小啊？是不是爷们儿？怎么了？我就不是男人，我是妇女之友。我告诉你，我不去了，我回阳谷县了。真是，怎么了？想打架？你走了，生意怎么办？我已经帮你联系好了，你自己办也成啊。你，哎，二位哥哥，千万不要因为我而生气啊！别自作多情，没你事儿。季兄没你的事儿，是他贪生怕死。我就是怕死了，你不怕死，你刚才打什么打？哎，行了行了，我先不跟你吵了，我让着你，咱们俩现在和解。我现在倒是有一个办法，他们这次杀手杀我们失手了，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们，一定会追我们到天涯海角。但是呢，现在我们有了季兄，我们还跑什么呢？我们就回到阳谷县，来个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我们将这些杀手一网打尽，一网打尽，一网打尽，一网打尽。我看看，怎么这么贵啊？不买了。想跑啊？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跑你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逃啊！继续逃！过来！哥们儿，你也太不讲究了，不按套路出牌啊！季兄，大英他们有胜算吗？如果你们和我水平相当，应该有7、8成把握。可你们，哎呀，大丈夫能屈能伸啊！我们还是逃啊！追！上！站住！站住！每个人都有啊，都有。不要着急，慢慢拿，每个人都有。来，这给我一个。我今天带了很多的馒头来，每个人都有的，大家慢慢吃啊。这个给你，谢谢。来，后面的跟上，这个给你，来给你，藏好了，别被别人抢走了。拿好。喂！姐姐，别跑！站住！你在那边，快！别跑！我把他身上的银两搜刮得干干净净。那县令专挑别人家的媳妇下手，是净干缺德事儿，早就该有人制止了。对，就该制止。是。是你？你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？江湖救急啊！帮帮忙吧！你坏了我的生意，我还没有找你算账呢，你还敢找我来帮忙？一定认识。你那笔生意多少钱？我赔给你不就是了？30两。你落井下石是不是？50两，不行就算了。成交。各位大叔大妈，都过来一下，过来听一下。这位苦命的人，陈家大少爷抢了他的娘子，还要追杀他。现如今，这了得呀！太过分了啊！我家道中落，现在没钱了，但是咱们穷人就要被人欺负吗？
娘子也要被人抢走吗？还有没有天理了？穷人就应该被欺负吗？连娘子都被别人想抢就抢，哎呦，真是无法无天呐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到咱们这儿抢人，我倒要看看是他们人多还是咱们人多。对，没错，站住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就是他们！就是他！不是我们，不是我们，不是啊，就是他们！别打！少爷看了快警吗？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你带我去哪儿？为什么问？我有名字的，我叫夏徐。夏徐，你不是姓杨吗？哎，你小心一点啊！你去哪儿？站住！裴姐，裴姐！你们别盯着我看，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也是被刚才那个人给卷进来的，你们应该去找他去算账去啊！你男人都自己一个人走了，剩你自己，不如跟我们哥几个回去乐呵乐呵。姓夏的，你的钱还没有给我呢！啊！哎呀！怎么样了？怎么样，把他们甩掉了吧？都甩掉了。那位姑娘呢？幸亏有他在，他们那些人把他当成我了，现在啊还在那个烟花胡同里晃悠呢。啊！你把人带到那么危险的地方，你懂不懂得怜香惜玉？万一他出事了怎么办啊？我也担心啊，但是你不了解那个姑娘，那姑娘的脑子特别的好使，她总会有办法能够全身而退的。你才刚认识就知道人家姑娘脑子好使了？你认识啊？是烧饼姑娘。可是这样他还是很危险啊！不是季老弟，你不能怪我，我也是为了咱们全身而退，为了保住咱们几个的性命。保住咱们几个的性命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那些刺客到底什么来头啊？你们真的是普通商人吗？季老弟，既然我们决定要一起北上，那有些事情我就无需再隐瞒。之前没有告诉你，也是为了你好。你把我纪刚当作是贪生怕死之人是吗？行，如果你觉得我碍事，那我走就是了。哎，季老弟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不要误会。我纪刚把你当朋友，就算你有再大的困难，我也会帮到你。好，那我就重新介绍一下自己。在下杨旭，青州人士，师从锦衣卫。大人，刚刚收到的密报，我的手下行动失败了。这么多人都杀不了一个人，一群废物。据说他有2位帮手，其中1位武功了得，和我们不差半分。我原来小瞧这小子了，这么短的时间，他还能找到2位死士替他卖命，不就是2位死士吗？天下哪有我们锦衣卫杀不了的人？要不然这次就让我亲自出马吧。慢，蒙恬，你跟我说说，他始终不肯臣服于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？或许白衣夏许诺了他不少好处，未必是好处。如果他贪财的话，
那他早就跟着冯锡辉踏踏实实的干了，何必费这么大的周折让自己脱身呢？属下不懂。假如大人所说，那夏寻既不要金钱和权力，那他为什么迟迟不肯向大人表态呢？我们能给他的，可比白衣夏给的多呀。那是因为他受制于白衣夏，只有这样才说得通。王天，你在夏寻出现的地方开始查，一丝一毫都不能放过。是，属下立刻去办。这个人我要定。掌柜的，有我的信吗？哟，谢姑娘，我还以为您不回来了呢。我正说找人把您东西都给搬出来呢。我再问一次，掌柜的，有我的信吗？怎么着？这信里面还会有银子不成？谢姑娘，您这房是住还是不住啊？今天来了好几个客官，都看上您这房子了。掌柜的，我不住了，我要去北平。您去北平？嗯。去那儿干嘛呀？不要错过吴家福送货上门。哎，姑娘，来尝一尝，尝尝我的煎，别后悔啊！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老板，我吃遍了大江南北的小吃，你家的味道真的不错。那是。哎，老板，我跟你打听一下，北平有位谢员外，他的府邸就在这附近吧？就在隔壁2条街。姑娘，你认识谢员外？怎么看起来不像？不是，不像就对了。我哪里认识什么谢员外？我是到北平来探亲的，亲戚呢也没有说清楚地方在哪里，只说在谢家的附近。我就说嘛，看姑娘这身打扮，端庄朴素，怎么也不像是和那谢土匪有什么瓜葛。土匪？可是我听说谢员外是个生意人啊，腰缠万贯呢。谢老爷虽然是腰缠万贯，可他那做生意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呀？从哪儿来的呀？啊，姑娘不是本地人，有所不知。那个谢传忠啊，他原来就是个放羊的娃，可是后来几年莫名其妙的就发了家。我听别人说啊，他是发现了一个被剿灭的马贼的贼窟，得到了大笔金银珠宝。也有人说他发现了北元当年一个大官留下来的大笔钱财。要不是他发了横财，就凭他那个放羊娃的出身，怎么会混到今天的位置呢？再富甲一方也难以受人敬重。可不是嘛，这每次吧跟人喝酒都会受到冷嘲热讽的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喽。老板，这北平城里最好的绸缎庄在哪儿啊？隔壁就有一家瑞祥绸缎庄，是不是最好的我不知道，但是当地的名门大户都去过，差不了。多谢老板啊，给我包几包坚果吧。哈哈，小二，赶紧的。好嘞。多谢啊。谢谢老板。慢走啊，姑娘，好吃再来，我这给您送货上门。老爷，我吩咐多少次了？看账的时候别来打搅我。不是老爷，有贵客求见。贵客？这北平城内还有谁比我谢老财还贵？老爷，这位贵客自称是江南来的陈俊谢氏。陈俊谢氏？哎呀，快！别急，别急啊，老爷，你这慌慌张张的让人笑话。我能不急吗？
陈俊谢氏可是江南名门之后，我谢老财如果能和他攀上关系，这以后啊，就再也不用被人笑话了。收到书信的时候，我还以为要等些时日，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来了。哎，这谢姑娘当真是江南谢氏啊？来得这么突然，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名门之后不是谁都能冒名顶替的，是真是假，一看便知。哎，行不行，夫人？行行。姑奶奶，姑奶奶，姑奶奶，请恕船中有失远迎。谢员外。姑奶奶，叫我船中就好，可称不得员外。啊，姑奶奶快请坐。来，好。姑奶奶，旅途劳累了吧？啊，你们也坐吧，用不着这么拘谨。我的辈分比你大，但是年纪比你小。谢员外大可不必这么客气。哎，姑奶奶，这规矩不能废，长辈就是长辈，万事成语录，传立以守德。姑奶奶与船中的祖父是同辈，年纪再小，这规矩也乱不得。那你的礼数我就心领了。可是，在没有查明之前，我是不会轻易认下你的。所以，员外不必着急，先坐吧。姑奶奶，这不会错的。打小，我爷爷、我爹就这么告诉我的。我不识字儿，可我记得清清楚楚。我是陈俊谢氏的后代。我爹叫我将来出息了，一定要认祖归宗，不能忘了祖宗啊！你别急，听我慢慢的说。不瞒你说，其实咱们陈俊谢氏传到如今，早已不比当年的辉煌了。虽说是开枝散叶满天下，不过大多数已经自立堂号了。我们这一支日渐凋敝，如今就连祖祠也是破败不堪。到了我这一辈上，子孙就更少了。好了，就不说了。瞧见没有，这动作，这做派，嘿！啊，谢员外。哎，姑奶奶，如果真的能够证明你是我谢家的子孙，壮大咱们这一房的声势，那自然是天大的好事。我千里迢迢赶到这儿来，也算没有白跑一趟。可是需要验证的东西，我还是都要一一看过了之后才做准的。姑奶奶请放心，真金不怕火炼。姑奶奶需要查证什么，尽管吩咐，船中马上准备。我有些累了，要是有什么事情，明天再说吧。是，姑奶奶先休息休息，您的卧房早准备好了。我这次来走得有些匆忙，所以也没有准备什么。一会儿出去转转，给谢夫人买2匹丝绸，当做见面礼了。姑奶奶有心了，这怎么好意思呀？没错，哪能让姑奶奶破费啊？来人，准备宝钞，一会儿给姑奶奶送到房里去。是。姑奶奶，您想买些什么，尽管买，全当船中尽孝心了。啊，这样也好。姑奶奶，这边请。哎，姑奶奶，您慢走啊！刚才怕得我连大气儿都不敢喘。到底是大氏家里出来的人物，我是怎么学都学不来的。可不是嘛，人一个小姑娘家，往那儿一坐，好像她才是主人，我们都成了客人了。哎，我这辈子前半生穷，乡亲们看不起，现在有钱了，贵人们看不起，赴个宴吃个酒都是夹枪带棒冷嘲热讽的，哪次不是吃一肚子气回来？这下好了，认了陈俊谢氏当祖宗，我看
谁还笑话我出身低贱？谁低贱？谁低贱？我的祖宗比你的能耐大了去了。不过，老爷，我听说这些世家特别讲规矩，哪怕穷死饿死，也端着世家的架子，不肯与咱们这样的平头百姓来往攀亲。你说，他当真能认咱们这个亲戚吗？哎，放心吧，你也看到了，这个谢姑娘虽然穿得大方得体，终究比不上咱们。看来老谢家也就剩一个世家的名了。只要他让我认祖归宗，入了族谱，我就捐钱修祖祠，好生伺候着我谢传宗，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钱。认下了我，他有名就有利，我有利又有名，何乐而不为呀？啊？是，老爷说得对。就这么把季刚留在客栈，不太好。季老弟本来就对咱们谈生意做买卖没什么兴趣，不如就把他留下帮咱们看着账本，我们也能放心，对吧？也是啊。对了，西门兄，你说你这次联系的那个办事人，究竟是什么来着？哎呀，这本来这是兄弟趟出来的人脉，本来还是保密来着。不过，算了吧。既然我把你当自家兄弟，自然不能见外啊。这个主事人可是北平经营裘皮第一人，暗中就是北平地面上南货北运、北货现输、坐地分赃的头号人物。至于富贵到什么程度，老弟一会儿一见便知。好。哎呦，这北平的女子还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啊！哎，等等我！你们两个就在这等着吧。是。劳驾掌柜的，再帮我挑2匹上好的缎子，我一并买走。哎呀，姑娘爽快，爽快人啊！嘿嘿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哎呀，咱们瑞祥的绸缎，那在北平真的是一绝呀！您稍等啊。这是姑娘的玉佩，请收好啊。我这就给您选缎子去啊。姑娘啊，不瞒您说，我们绸缎庄是从来不向外人赊欠的。那天看着姑娘拿着玉佩来换我们的绸缎，也不知怎么的，我就答应了。可能是觉得姑娘长得面善吧，没成想，果然姑娘是言而有信之人，这么快就把账给结了啊！是看我面善呢，还是看这玉佩面善呢？以我这玉佩的成色，足可以将你这店铺买下来了。姑娘说笑了，姑娘说笑了。您看看这绸缎怎么样？合您眼吗？这是彩织锦缎，看上去还不错，就要这个了。好，我马上给您包起来啊！策马一边拂袖正河山，不知豪情争不过离散。客官慢走。卸下铠甲锦衣穿，黄红灯影人独叹，壮志终究吞不下这孤单。愿用一生的肝胆，撑一把纸伞，为你挡风雨和忧烦。在红尘湖。哟，姑奶奶您回来了，正好有客人来访，老爷等您开饭呢。客人？对，是远道而来的2位富商。什么人？这么重要？
你先去告诉谢员外，我稍作梳洗，休息一会儿便过去。是，姑奶奶。几年没有穿着华贵的衣服，竟然已经不习惯了。有多久没有住过这样的卧房了？现在就连一件衣服也要赊账才能买得起。在下也是久闻谢员外大名，今日有幸登门拜访，实在是幸会无会。哎，哪里哪里。他怎么会在这儿？这萧冰姑娘。哎呦，姑奶奶，快请坐。禅宗特地命人准备了江南菜式，您尝尝，合不合胃口？啊？谢员外真是费心了。谢员外，这位是？啊，这位是谢某的族中长辈。谢某是陈俊谢氏的后裔，依照我们谢氏的族谱排下来，姑奶奶是禹字辈，我是传字辈。姑奶奶与谢某的祖父是同辈人。啊。哦。原来你谢员外是陈俊谢氏之后啊，失敬，失敬，失敬，哎，不敢不敢，二位客气了。谢姑奶奶，谢姑奶奶既然是江南人，那你大老远跑过来，一定是舟车劳顿吧？承蒙阁下关心，一切安好。谢姑奶奶，北平的菜吃得还习惯吗？我听说北平的烧饼口味独特，您有没有尝一尝啊？烧饼？莫非江南人对这种百姓小吃也情有独钟？姑奶奶，要不改日传中也给您准备一些啊？我今日身体有些不适，就先行回房了。几位继续。来人，吩咐厨房准备些清淡的粥，给姑奶奶送到房里去。哎，谢员外。他这个呢，怕是水土不服吧？我听说喝这个茶啊，是可以安神解腻的。哎，谢府附近不就有一个茶馆吗？明日夏某就去喝一杯。谢姑奶奶有空也去喝一杯。真是冤家路窄，真是快把我气死了！他们两个来这干什么？说去喝茶。谢员外啊，方才夏某相求之事，不知谢员外意下如何？啊，运送货品入关之事，在下当然愿意帮忙。不知二位要运的是何物？毛皮、寿金等物，100车左右。毛皮、寿金可不是寻常货物，谢某可不想碰这些东西，惹上是非。哎，谢员外不必为难，大可多考虑几日。我们深知这买卖不好做，不过我们也是替主子办事，上头交代下来了，我们不敢不办呐。哈哈。不知二位是替哪位高人办事？齐王。齐王？二位，容谢某考虑考虑。这是当然了。我们今日特地上门拜访呢，也是知道谢员外您神通广大。不过这忙帮不帮，谢员外您自己决定。夏老弟，昨日我见到那烧饼姑娘，
我还真是吓了一跳。你说他真是陈俊谢氏？你信吗？陈俊谢氏当初显赫数朝10余代，是江南第2大氏族，无人不知。可是唐宋以来已然落魄，要说他是谢氏后裔，也未必不可能。道理是这个道理，可是既然本家有个这么有钱的侄孙子，他至于每天落魄到吃烧饼和咸菜，为了盘缠把衣服给当了？这的确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呀。你不用解了。昨天我下了一个饵，若是他心中有鬼，必会主动来找我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昨日刻意提出来茶楼，表面是为了品茶，其实是为了守株待兔。若是他心中有鬼，他最怕的就是我们向谢传忠说出这一路的所见吧。与其如此，那倒不如主动补救。不慢慢走，下次再来。里边请。这不是来了吗？西门兄，你先回避一下，我来探探他的口风。哎，夏老弟，你想一个人吃独食啊？真不够意思啊！哪会？哎呀，谢姑奶奶那么巧啊！我听侄孙谢传忠说，你们2人此次前来是要与他做生意的。你骗得了他，可骗不了我。你用假身份，到底对我谢家有何图谋？我的身份是假的，可是我真正的身份，谢员外他应该知道。难道谢员外他没与你说吗？哎，对了，谢姑奶奶，您来到北平，意欲何为？你别一口一个姑奶奶的讽刺我。我名叫谢雨飞，本来就是陈俊谢氏族人。我谢氏一门如今人丁单薄，谢传忠来寻亲，本姑娘就来一探究竟。如果确定了他的身份，也好让他认祖归宗，再入族谱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明白了，你根本就不是谢氏族人，只能说这谢员外有了钱，想求个体面的出身，所以呢，你就冒充陈俊谢氏，到他们家来骗取钱财。你真是聪明啊！你诓我！我诓你什么了？你昨日在餐桌上故意对我露出那种眼神，让我误以为你可能知道了什么，然后又借口喝茶故意引我出来，让我露出马脚，是不是？没错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是哪一路的神仙。那天我就向你使了个眼神，谁知道呢？如果你心中无鬼，就不会当回事。可是真遗憾啊，你来找我了。本姑娘胸怀坦荡，哪有什么鬼啊？你心中没鬼？难道就是因为我一个眼神，你就对我春心荡漾了？今天来找我卿卿我我，想跟我柔情蜜意一番？你别得寸进尺！别生气啊，是你自己心虚，非要过来和我弄个清楚。其实你是做什么的，我一点都不在意。当真？当真。那我要怎么样才可以相信你呢？要不然，你就以身相许。你敢耍我？我不敢，我怕你把我给卖了。我不管谢传忠知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，可是我知道你的身份还是见不得光的。我警告你，你若是有半句不利于我的话，我立马就去官府告发你使用假录影的事情。我可是不怕别人验证的哟。谢姑娘放心。很好。那么你发你的财，我赚我的钱，咱们各走各的路，井水不犯河水。一言为定。其实你并非是怕谢员外，
你也并非是冒充的陈俊谢氏之后，你真正怕的是怕别人知道，曾经的名门之后，如今却落得家徒四壁、风餐露宿，甚至是靠行骗为生，对吗？你住口！谢姑娘，如今的世道千变万化，家族落魄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。我劝你还是……我们谢家自己的事情，和你无关。该呀！活该！啊！哎呀，哎，这谢姑奶奶真是泼辣！怎么样，探出什么了？没什么事，啊？是他的个人私事，与我们的正事无关，咱们也不必理会。哦，这么说，他真的是陈俊谢氏的后裔了？应该没有错。这正所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，他有他的苦衷，咱们就别管了。姑奶奶，您回来了。夫人刚买了些南方的水果，夏老弟，谢某一生运货无数，像您这样一次买进这么多物资的，实在是前所未见呀。夏某自知请求过分了，但只是因为这是特殊情况，不知谢员外考虑得如何？这个嘛，谢某有些为难。既然谢员外如此的为难，那夏某绝不强求。哎，夏老弟，留步。谢某的话还没说完呢。俗话说，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。阁下是齐王的人，谢某自然是破例也要帮忙的。那这么说，谢员外是答应了？哈，谢某乐意帮忙，可是这买卖毕竟风险很大呀。只要你答应我办成此事，这之后的谢礼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啊！那就承蒙谢员外关照了。哪里，都是自己人。对了，夏老弟是从青州方向过来的吧？我听说青州的士绅杨家出了事情，杨公子的书童被刺客给杀了。哦，谢员外是怎么得知此事的？我去年和杨家做过生意，当时没见到杨公子，倒是见过那个书童，叫张13。据我所知，那个叫张13的书童是因为得了暴毙症而死的。至于行刺，估计是江湖上的一些传言罢了。原来如此。那既然别无他事，夏某就先行告辞了。夏老弟稍等，上次会面事出突然，谢某也没来得及准备。这是谢某准备的一条上好的火狐皮，赠与夏老弟。谢员外您客气了。我谢老才做生意第二，交朋友第一，小小心意应该的。好，那在下就收下了。夏老弟，我送你到门口吧。谢员外就此留步，在下告辞了。那好，谢某就不送了。等一下，谢姑娘有事找我？上次那个书童他……什么书童啊？
就是那个姓张的那个书童，你那天为了救我，你把他……原来你还记得啊？我当然会记得了，难道你以为我是那种会忘恩负义的人吗？哦，是吗？那你说说，要怎么报答我啊？报答就报答呗。拿好了啊，这可是我的救命钱。就3个铜钱啊？怎么了？3个铜钱都够穷人吃1顿饭的了。你哪有那么值钱？你就值1个铜钱。你说什么？我只值1个铜钱？你到底是不是商人？你会不会做生意啊？既然你是商人，那你倒说说看，这样一条火狐皮能卖多少钱？没想到你谢姑娘出身贵族，还对这皮草生意感兴趣啊？不想说，那就算了吧。哎，这样吧，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我就给你做一件狐皮领大衣送你，怎么样？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不过谢姑娘，你出身名门，这狐皮领大衣，你能看得上吗？没错，像这样的货色我从小见得多了，我没觉得这是什么值钱货。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不过那火狐皮还真是上等货，看他那满不在乎的样子，想必做生意经手的好东西还真是不少。您说什么？我是在说，这北平城里住着不少达官显贵，现在入冬了，狐狸皮毛应该很受欢迎吧？姑奶奶，您说的没错，北平的冬天啊，确实常有风雪，狐狸皮毛确实御寒又华贵，许多达官贵人啊都想要置办，不过上好的皮毛却很难找到。那个姓夏的，既然是做皮货生意的，那他手上肯定藏着许多上等狐皮。等到风雪来临之际，豪绅大户肯定愿意为了皮货一掷千金。遇上这种好事，我当然要去分一杯羹了。你帮我去打听打听，那个姓夏的住哪间客栈？谢谢姑奶奶。夏寻呢？我问你呢，夏寻在里面吗？啊，我怎么呆呆傻傻的？你是个聋子吗？在下纪刚，不知道姑娘是？啊，哟，谢姑娘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啊？喂，谢姑奶奶，你一个姑娘家闯进3个大男人的房间，不太好吧？我要和你们一起做生意。什么？谢姑娘，你是当真的？我没有开玩笑，我可是非常认真的。经过我调查，裘皮虽然价格昂贵，可是市场不小，只卖1件就能赚不少呢。我不知道你们和谢员外做的什么买卖，但是呢，如果是我的话，肯定会从关外购进低价皮货，然后卖给不缺钱的士绅和官宦家眷。这么一来呢，绝对不会赔本的。立春之前肯定赚得盆满钵满。谢姑娘说的有道理，但是这个生意我们是替别人做的。谢姑娘，你还是找其他人合作吧。我还没说完呢。我们还有要事商议。谢姑娘，请。你，
这谢姑奶奶还挺神通广大的，不但可以查到我们住在哪儿，还对这裘皮买卖了如指掌。喂，你怎么了？跟丢了魂似的啊？该不会是看上人家了吧？没有。季老弟啊，我可劝你一句，你说你这么老实，那个姑娘你真对付不了的。没有啊，不是，我是觉得，她才思敏捷，实属难得。哎，她是北平人吗？哎，听老哥一句劝，那谢姑奶奶啊，沾了毛比猴还精，你可惹不起，早点死了这条心吧。真的，真的。哎，她叫什么名字啊？她叫……我不告诉你。哎呀，你说嘛！哎呀，人家叫谢雨菲，你不是对人家没意思吗？不听老哥劝，吃颗在以后，我也叫谢雨菲。我也叫谢雨菲。哎呀！我给你带来了一些西域水果，你要不要尝一尝？谢姑娘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说谢姑娘，你回去做你的谢家姑奶奶行不行啊？能不能别再胡闹了？我又不是来跟你抢生意的，进货、算账、讨价还价，还有做生意的手段，我样样精通啊！有我帮忙，保证你翻倍的进账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啊，你考虑考虑啊！谢姑娘的好意在下心领了，不送。谢姑娘，哎，谢姑娘，你别生气啊！那个谢姑娘，哎，谢姑娘，你别生夏兄的气。要是你真心想和他一起做生意，我帮你去劝劝他，好不好？你？虽然可能不太管用，但是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。不就是劝个人吗？用得着竭尽全力吗？你也太夸张了吧！总之，我愿意帮助你。算了，我看你也是个老实人，你怎么跟那个不讲道理的混蛋在一起呢？哎，罢了罢了，求人不如求己，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就是了，你不用担心。不过呢，还是要多谢你的好意。哎，夏老弟，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站这干嘛？奇怪啊，他今天居然没来。什么没来？哦，夏老弟，你什么时候有这样的癖好了？谢姑奶奶一不唠叨，反而不习惯了。他要是就此放弃了，那我还真是谢天谢地了。哎，对了，夏老弟，你那火狐狸皮如果要做成大衣的话，千万要小心谨慎啊！如果遇到不合格的匠师，这一个不小心就给糟蹋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上好的火狐皮啊，一定要找到最好的皮货店。当然了，走走。好皮子呀，嘿，当真是好货色啊！这样上好的皮子，我恐怕1年才见1-2条。颜色这等火红的狐皮呀，更是罕见，价值连城啊！哎呀，二位当真是要做成皮领子，不妨考虑一下，将其出售。价值连城，掌柜的能出多少钱？我们就是想把它做成一件皮领子，再搭配一件球衣，
做得大方得体一点。这款式嘛，不要太老。我是要送给一个年轻的女子。好好好，客官交了定钱，我开张票子给你们。这刚刚入冬，做求领的人多，恐怕得多候些时日。10天之后，2位客官再来看看，估计也就差不多好了。好。哇，好漂亮啊，就像一团火焰一样。掌柜的，你这狐皮多少钱？我要了。哎，姑娘，这狐皮啊，不是我们店里的，是客人送来定做求领的。那么，这位定制裘皮的客人是谁呢？也许我们可以和他好好的谈一谈，出个合适的价钱，让他出让给我们。对呀对呀，我怎么就没想到？还是大师你聪明。妾身估计这2位应该就是这条狐皮的主人了。这条狐皮2位要是出让，价格方面一定会令你们满意的。看这位夫人风度翩翩，气质不凡，不知道愿意出多少钱收这条狐皮呢？哎，对不起啊，夫人，这狐皮呢，是我要送给朋友的。即使夫人可以出得起一个足够让人心动的价钱，可是这情谊吧，是用金钱买不来的。哈，没那么严重吧？我们家小姐确实非常喜欢这块皮子。若阁下能成人之美，那也算是结一段善缘，得数倍的高利，也可以重新再买一条送给他人，如此结缘得利，情也至，岂不是3全其美啊？大师所言，原无不可。只是我有心相赠，若是将它转让给其他人为利所居，那么我纵然送人10件价钱一样的狐皮，但是这心意就1文钱都不值了。不知大师以为然否？哎呀，到手的买卖就这么没了，你说这……你真的不卖？我可以出很多钱。这条狐领子价值几何？我出10倍价钱，你卖不卖？明儿，何物有价，何物无价？店家，你这店里可有其他这样的狐皮吗？啊，姑娘若是真的想买，也是有的，只是这火狐皮有价无市，可遇而不可求。劳烦姑娘留个地址，这1年半载总会遇上一件，到时候我派人去尊府告知便是。要这么久啊？姐姐，咱们走吧。明儿，不是你要买狐皮球衣的吗？怎么又不要了？我不要了，我要去燕山猎狐，让姐姐姐夫陪我去，猎一条最漂亮的火狐狸。哼！哎呀，我真是替你捏了一把汗。一看这几个人便不是寻常人家，你何苦跟他们较劲呢？不是，我起初只是看不惯那个小娘子娇惯恃宠的样子，可没想到她只是自己生闷气了，倒丝毫没有一点想要仗势欺人的想法。没想到咱这狐皮还挺值钱的。哼。明儿，姐夫带什么好东西啦？这一条是玄狐的皮子，黑如墨染；这一条是雪狐的皮子，洁如白雪。你瞧瞧，前一阵你不是说你姐姐的裘皮衣漂亮吗？啊，吵着也要做一件，姐夫可是记在心里了，这不，韩都指挥给姐夫送来2条皮子。姐夫立刻就想着给你拿来，一白一黑做出皮衣，一定好看。不，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你别来献宝了，拿些什么不好，偏拿狐皮子。狐皮子怎么了？明儿不是喜欢吗？
哎，这老韩一拿来，我就马上想到明儿了。明儿一向都是死心眼儿，他喜欢了一样东西就不带换样的。喏，是这样啊。前2天啊，我们去谢氏皮货行，他一眼就相中了件狐皮子，是火狐狸皮，鲜红如火，很漂亮。可惜有主了，出多少钱人家也不卖。他刚把这个不痛快给忘了，你说你又……是我哪知道啊？那现在怎么办？哎，要不然你去哄哄他，这小祖宗我可惹不起啊。这孩子脾气倔，除非他自己想通，我哪能劝得了啊？哎，不如这样，我们带他去打猎，能猎到火狐狸当然最好，就算猎不到，让他出去跑一跑，玩一玩，他也就开心了。小孩子嘛。好啊，那咱们明天就去。好，好，好，快点啊！哎呀，夏老弟，快点啊！夏老弟，这座山树木丛生，要是真遇到什么出来觅食的野兽，即便是武装成这个样子，恐怕也难逃一死吧？啊！这白天哪有野兽出来觅食啊？西门兄，不要担心了啊！就靠你了啊！那边应该就是那个什么卢龙山吧？不错，当地人会把货物从那儿运过来，我们就集中在这个地方接收货物。但110车皮货一进北平城，根本就瞒不过，所以我们安置好这些马车后，让卸船中运出去，我们就轻轻松松坐镇北平。哎，可是现在这么多的车马要在这个地方待上3、5天，那他们怎么吃住啊？哎，没问题，这些车马是跑惯长途路的，荒山野地里知道怎么照顾自己。问题是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，能藏得下这么多车马，比较背风，进出方便，若晚上生火取暖也不易被人发觉的地方。可是这样的地方还真不好找啊。哎，你看，那座山谷看起来就不错呀，很合适，地方也大。走，我们过去看看，把路线给趟出来，别等到交易的时候黑灯瞎火走错路，那可就糟糕了。走吧，走吧。明儿，一会儿你打猎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点啊。知道了。还有啊，山里的路很滑，慢点走，小心别摔着了。知道了，真啰嗦。哎，姐姐，你看，那有2个人，也是来打猎的吗？若说是山中猎户，却不见猎工；若是设陷阱捕兽的，看他2人去的方向，是个空旷的山谷，又着实不像。来人，在，去跟着他们，看看是什么来路，要干什么。如果觉得可疑，就立即拿下。是，走。姐姐，你为什么要抓他们？难不成他们是坏人？还不清楚，要查查才知道。但是照理说，若是猎人，就不会鬼鬼祟祟地在这里探查。我倒担心是什么犯了案的亡命之人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难免会有山中住户受到侵害。咱们既然看到了，查证一下也好。如果真是要案在身的逃犯，让我去抓他们，我也学了一身功夫呢。小郡主的功夫当然是好的，不过要真有什么小毛贼的话，也不用小郡主亲自动手。道眼大师，您是怕我打不过他们吗？大师是说，杀鸡焉用牛刀，放着这么多侍卫不用，用你出手擒贼的话，回去后你姐夫一定会训斥他们的。小心点儿，别走远了。小心点儿。西门兄，这路还真不好走啊。哎，这里够开阔，三面是山，
这里还有大树，要采来生火取暖也容易得很，百10辆车、几百号人也藏得下。怎么样？就选在这里吧。不错啊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我们就往卢龙关摸一摸，把路径给记下来。好。怎么了？你发现什么了？啊？你发现什么了？可能是我疑神疑鬼了。哎，我怎么总觉得有人在窥视我们呀？哎呦，你这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我们被狼给盯上了呢。不怕不怕。我们快走吧。走啊！我看他们也不是什么好路子。隐约听见他们说什么这里可以藏得下几百号人马，还提起了罗龙关，很是可疑。虽说可疑，目前还不能确定他们是否是为非作歹之人，不如禀报王妃，由王妃定夺。咱们走。明儿怎么去了那么久，还没有回来？我们去找他。这兔子跑得真快。你快去！你快去啊！我也怕呀！你快去！人家不是答应保护我是的，兄弟，快去啊！我干嘛我？你去后面找个安全的地方躲一下，等安全了我们再来找你啊！走开！走开！喂！呀！糟了，都摔死了！哎呀，醒醒啊！还有你个乌鸦嘴，你才死了呢！别乱说，我已经护着他，他连磕都没磕到。吓死我了！他没事吧？我看他是吓晕了吧？哎呀，原来是吓晕了，不是摔死的。啊，太好了！哎，醒醒！哎，有没有事？放开他！喂，把他们两个给我抓起来！喂！你们都别冲动啊！我们俩不是什么恶人啊！明儿，你醒醒啊，郡主！你怎么样，明儿？明儿，不是恶人，难道是英雄？不是，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哎呀，冤枉良民啊！我们只是普通的生客而已，我们没有袭击那个小姑娘。满口胡言！把他们两个押回去。走，走，放开！冤枉！带郡主回去。这都什么时辰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？山上凉，他们不会是出事了吧？老板，给我2件厚外套。啊，就这个吧，20来。这么贵啊？嫌贵啊？嫌贵就甭买了。老板，我这里只有18文，要不你先把衣服卖给我，明天我再拿来补给你。那不行，如果每个人都像您这么说的话，那我这生意就没法做。我说兄弟，我是读圣贤书的人，我不会骗你的。读书怎么了？读书很了不起吗？有本事你别来买我东西。你走。老板，你看这样行吗？我把这块玉
也抵押给你。你先把衣服给我，然后明天我再把其他的钱给你补上，你看怎么样？你这真的假的呀？行吧，拿去吧，这钱你可记着给我啊。站住！夏兄，你们，季老弟，他们做了什么？你们要关他们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囚禁无辜百姓，简直不无王法！再不走开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你以为我会怕你们吗？季老弟，你不要动手，切勿冲动。季老弟，算了吧，你打不过他们的。你们千万别跟他们硬碰硬，我会想办法救你们的。对了，大牢里冷，别冻着。哎，季老弟，不用担心我们。先回客栈等我们。季老弟，等我们，回客栈等我们。哎呀，真不知道得罪什么主子了，这一去不回呀，季老弟恐怕只能等着收尸了。我说夏老弟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犯愁啊？啊，莫非你心中已经有数了？正是。此话怎讲？西门兄，你想想啊，在这北平城中，谁能够坐拥这么大批的尸物？有谁又敢当街带着囚犯出入而毫无顾忌？最重要的是，谁的身边会跟着一个随行高僧？